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糖尿病在现代医学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，而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日常生活饮食的改变，患有糖尿病的人群越来越多，而且有呈现年轻化的趋势，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。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去了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，才能更好的察觉身体方面的问题，这样才能够有利于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对糖尿病非常有帮助的食疗方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准备20克糙米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对饮食健康也越来越重视，以前不受欢迎的糙米又走入了人们的餐桌，成了受欢迎的健康食材。糙米是一种没有经过深加工的全谷粒，它保留了谷粒皮的糊粉层，比较符合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要求。在经济困难时期，部分人出现了水肿和糖尿病，医生以适量的老糠饼作为治疗手段。老糠饼中的粗纤维素能吸纳体内部分水分，粗纤维也能使糖的吸收速度配合胰脏分泌胰岛素的自然速度，取得生理平衡。糙米中的维生素 B 和锌也有助于糖尿病的治疗。胆固醇的积累是影响中老年人健康的重要症结所在，多吃糙米，肠道内有大量的纤维素，就可以把胆固醇变成胆汁酸吸收，而减少高血压、高血脂的心脑血管疾病。老年人常吃糙米，可以减少富贵病的发生。先把糙米清洗干净，放入碗中。再来准备15克的绿豆。绿豆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材，也是一种药材。它的功效主要是清热解毒、消暑和止水。对于一些中暑的患者，绿豆有比较好的效果。对于体内有热毒的患者，绿豆也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效果。绿豆可以用来治疗皮肤病、水肿和小便不利，而且绿豆对一些药物和食物的中毒也有比较好的解毒效果。先把绿豆放入碗中，加入清水，把绿豆清洗干净。绿豆是可以降血糖的，因为绿豆本身就属于粗粮的一种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。这种膳食纤维能够增加胃排空的时间，避免血糖的波动。绿豆除了能够降低低血糖，而且还可以降血脂。清洗干净的绿豆和糙米放在一起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它们浸泡1个小时。接着再准备半根铁棍山药。山药既是一味药材，也是一味食材，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山药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以及粘液蛋白，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，能够增强脾胃功能，促进肠道蠕动，对于脾虚、食少、久泻、久痢、消化不良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效果。山药还具有补肾摄精的作用，能够缓解肾虚、遗精、小便频数多、神疲乏力的症状。此外，山药入肺，可以润肺止咳，缓解肺虚咳嗽的症状。山药中的粘液多糖可以降低血糖，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。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山药，对降血糖有非常好的效果。山药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再来准备10克莲子。糖尿病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莲子，吃莲子可以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。在吃莲子的时候，还可以调节糖尿病人的内分泌，能够起到软化血管和降低血脂或者是血压的作用，并且莲子还可以强心安神。莲子不但强心作用非常显著，莲子碱还能有效的抗钙以及抗心律不齐。经常晚上失眠的患者可以睡前泡杯莲子茶喝，保准一觉睡到大天亮。莲子所含的非结晶型生物碱 N9 有降血压的作用，并且莲子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，
这种物质是组织细胞核的重要成分，能够促进蛋白质、脂肪及糖类的代谢。平时使用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，减少多种疾病的发生。清洗干净的莲子也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4颗红枣。红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补品。红枣可以健脾益胃，对于脾胃虚弱的人，经常会腹泻、倦怠、没有力气，非常适合食用红枣。红枣还可以补气、养血。红枣为补养佳品，食疗药膳中常加入红枣补养身体，滋润气血。建议糖尿病人不要吃得过多，一天3到4颗就可以了。红枣清洗干净之后，把它剪成小块，去掉枣核不要。接下来把泡好的糙米和绿豆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先开大火把糙米、绿豆煮上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把其他的食材倒进来，这时候就可以转小火了，盖上盖子，继续煮上20分钟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，请在底下留言+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20分钟之后，这道非常好喝的糙米绿豆粥就做好了。这道粥非常的低脂、低热量，特别适合糖尿病人食用。绿豆、糙米都有降糖的成分，并且含有大量的粗纤维，可以延缓餐后血糖的升高值，让你的血糖保持在平稳的状态。经常使用不但可以降血糖，还可以降血压、降低胆固醇，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多的益处。平时要适当的运动，可以帮助人体消耗体内的热量，减少肥胖的发生几率，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，提高血糖的利用几率。糖尿病患者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量和运动方式，以自己身体承受能力定期评估，适当的调节运动计划。中老年朋友记得把这道粥做起来哦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